这是袁咏仪一生都无法忘怀的痛。2001年，她和丈夫张智霖刚结完婚，却突然接到富商罗兆辉的电话，对方得意的炫耀说当年花200万养了袁咏仪2个月。没想到张智霖的回答让他十分意外。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香港是什么样的？是东方好莱坞，也是黑帮修罗场。当时香港的演艺圈被黑社会势力深度渗透，刘嘉玲被绑架，刘德华被用枪指着头拍戏，李连杰的经纪人更是直接在街头被爆头。在那样一个连顶级巨星都朝不保夕的环境里，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想要生存，要么就找个干爹当靠山，要么就自己本身就是靠山。而1990年，当19岁的袁咏仪以颠倒众生的美貌摘下香港小姐冠军和最上镜小姐双料桂冠时，所有想打她主意的黑帮大佬都在一夜之间收回了爪子。为什么？因为他们查到了这个女孩的家底。查完之后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这个女孩的后台根本不是什么干爹，而是香港皇家警察。她的父亲、叔叔、姑父、堂兄，家族里前后据说有9个人都在香港警务系统的核心部门担任要职，警长、督察、警司，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保护网。在那个黑道横行的年代动袁咏仪就等于直接向整个香港警队宣战。所以当别的女星还在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在各大片场带码头时，袁咏仪已经可以横着走了。而这张免死金牌也养成了她那套与整个娱乐圈格格不入的警察式行事风格，耿直、火爆、嫉恶如仇，眼里揉不进半点沙子。她也因此得罪了半个香港的导演圈。在片场，她觉得王晶的剧本写得烂，就敢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他的鼻子骂：“你这写的什么烂东西！”气得王晶当场摔了剧本，发誓永不录用。她也成了香港金像奖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葩。1993年，她凭借《新不了的情》拿下第1个金像影后。1994年，又凭借《金枝玉叶》再次蝉联出道即巅峰，2年封后，风头一时无两。但也就是在这之后，一个巨大的反转发生了。这个手握2座金像奖杯，后台硬到没朋友的天之娇女，事业却突然断崖式下跌。从1995年开始，她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几乎无戏可拍，她被封杀了。而这一次封杀她的不是黑道，而是比黑道更难搞的行规和人情。1995年，她拍摄成龙的电影《霹雳火》，当时电影拍完后，成龙需要她回来补录2句台词，但据说当时红得发紫的袁咏仪因为各种原因就是不肯配合，这一下彻底惹怒了成龙。成龙是什么人？是当时香港演艺界的大哥大。他一怒之下直接将袁咏仪告到了香港导演协会，投诉他耍大牌不敬业。从此袁咏仪脾气臭成了整个圈子的共识。他的后台能让他免于黑道的骚扰，但却无法让他免于行业规则的惩罚。你看，这就是他性格中最大的悖论。他的盾坚硬到可以抵挡所有子弹，但他的矛也锋利到足以刺伤所有想靠近他的人，包括他自己。就在他事业和名声都跌入谷底的时候，一个男人出现了，他就是张智霖。2人因戏生情，但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一个是蝉联2届的影后，一个是当时还不温不火的偶像歌手。所有人都说张智霖配不上袁咏仪，但袁咏仪却爱得义无反顾。他会在张智霖事业低谷时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帮他还债，他会在媒体面前一次又一次的高调护肤，我老公就是最棒的。而也正是这份爱，让他多年后有勇气去直面自己人生中最大的一块伤疤。2007年，在一个访谈节目上，袁咏仪亲口承认了一段她从未公开过的往事。她说当年自己刚刚拿下港姐冠军時，因為年輕，因為貪慕虛榮，曾經和一個有婦之夫的富商交往過。嗰陣時點解會有呢一個選擇咯？唔識噶嘛，覺得嗰陣時被愛係好開心嘅事嚟噶嘛，即係你俾一個人照顧，俾一個人我講嘅照顧係即係例如你即係好好嘅關懷啊，好窩心嘅說話啊，對你嘅生活安排得好好啊，即係呢種我諗係任何嘅少女都會渴望嘅一種啲愛情嘅生活。他口中的那個他，就是後來破產的地產大亨羅兆軍。而那段關係說白了就是一場包養，這番自曝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但袁詠儀卻說，我做錯的事情我願意承受，因為我覺得那個是騙不了人的，我以後也要告訴小朋友我做錯了什麼事情，我真的是錯了，這要承認。而也正是因為他的這份坦白，才引出了我們開頭那場更驚心動魄的新婚夜風暴。羅兆輝在金融危機中一夜破產，為了錢，為了報復社會，他開始向媒體瘋狂兜售自己和女明星們的風流韻事兒，而袁詠儀就成了他最重要的一個爆料點。於是就有了那一幕，在新婚之夜，
他给新郎张智霖打去了那个极尽羞辱的电话。他本以为会听到一场夫妻反目的好戏，但他算错了一件事儿：张智霖的爱和他的格局。面对这盆足以浇灭任何爱情的脏水，张智霖在电话里只说了3句话。第一句，他对罗少辉说：“你现在打电话来是想告诉我你曾经拥有过他，对吗？我很高兴，因为这证明我太太确实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第二句，他说：“但是那都是过去了，我现在比你更幸福，因为我会拥有他的未来。”第三句，他说：“如果你真的没钱了，需要帮助，我可以借钱给你。”挂掉电话，他走进房间，看到正在偷偷抹眼泪的袁咏仪，他没有一句质问，只是轻轻地抱住了她，说：“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我遗憾的只是我没有更早的认识你，没能更好的保护你。从今以后，我们一起过好每一天。”这就是张智霖，他用最温柔也最强大的方式为妻子挡下了那颗最致命的子弹。他没有像别的男人一样觉得这是耻辱，而是把他当成了一个受伤的爱人需要被治愈的伤口。从此他成了袁咏仪最坚固的盾。当袁咏仪因为那段黑历史被全网嘲讽时，他寸步不离。当有人在活动上故意刁难他时，他会立刻站出来挡在他的身前。如今呀，再看他们这对走了近30年的夫妻，袁咏仪依然是那个脾气火爆、说话不经大脑的亮亮，而张智霖也依然是那个跟在他身后一边吐槽一边无限宠溺的为他买单的男人。人们总说啊，婚姻是风雨同舟，但张智霖和袁咏仪的故事却证明了另一件事儿：真正的爱不是要求对方完美无瑕，而是在他深陷风雨、满身泥泞的时候，你不仅不躲开，还愿意为他撑起一把伞，对他说：“别怕，有我在。”